嘿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。今天这样摆出来，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影片是要干嘛了吧？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讲关于 AirPods Pro 不一样耳塞的这些体验，还有这些使用下来的经验，还有个人使用下来我比较建议哪一款，或是每一个不同款式的差别。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原因好，就是我先前在买 AirPods Pro 的时候，那它这个原厂的耳塞，那它会给你3个不同的尺寸嘛，那基本上舒适度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是算不错啦。那可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我耳朵是一个比较容易出汗出油的一个人，那这个原厂的耳塞就很容易自己戴一戴就滑出来。那更尤其是我如果要在外面走路啊、跑步啊，甚至有时候嘴巴在动、在讲话的时候，它其实都会非常容易滑出来。3个不同的尺寸我都测试过，它都会有一样的问题，所以这个算是蛮困扰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事后试了非常多不同种类的耳塞，像是空气海绵、记忆海绵啊，像这种 SpinFit 的我也特别做过一集。那这个 Comply 这个就是一个做记忆海绵耳塞，算是非常大、非常有名的品牌。那它有出 AirPods Pro 的耳塞。那现在我这3款都用了，应该好几个月下来之后，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是什么，还有使用下来之后我的感想是什么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原厂的，我觉得它真的算是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舒服啦。那如果你能找到你适合你耳朵的形状尺寸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每个人。那如果你又是一个耳朵不太会出油啊，不太会有出汗的状况，然后也不会有滑出来的人，那基本上我觉得用原厂的耳塞，不管它在音质啊、降噪啊、通透这一些，我觉得它的搭配都是非常好。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它在讲话的时候，其实它对外面主角的隔音也是非常好，因为它这个就是完全原厂为它自己这个耳机所设计的。那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问题，像是容易滑出来啊、耳朵容易出汗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像我一样找一些其他不一样的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原厂我觉得基本上就很好，我觉得你不太需要特别去找其他的厂牌。OK， 好，那第二个我们就来讲这个 SpinFit， 这个就我上次有特别做过评测的一款。那这一款特别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它里面用的这个矽胶比原厂的还要再稍微软一点的矽胶材质。OK， 那它安装的方式它就是分成2个部分啊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地方是装在你的 AirPods Pro 上面，然后这边有这个矽胶的耳塞，你要先把它装上去之后，那再来就是你把原厂的耳塞拔掉，然后这样把它塞进去。那这个因为它这个矽胶的部分其实是比原厂还要再薄还要再软，外面的材质又是比较黏一点，所以它其实在你耳朵上的时候，就算你可能身体在动，或者你平常讲话的时候嘴巴耳朵那边在动，它其实这个部分蛮会黏住你耳朵的耳型，所以你在动的时候，它其实基本上就会跟着你的耳朵在动，然后这个耳塞这个矽胶的部分还是会黏得非常好。那先前原厂碰到的问题就是当你这样在动的时候，因为它矽胶比较厚，它很有可能就是自己慢慢挤压之后就向外滑。那这个因为它可以承受比较多的形状的挤压，它又不会有一个向外推的外力，所以它可以在你耳朵里面待着比较好。可是我自己长期使用下来之后，我觉得舒适度很好，不会滑出来的这个问题也有解决。可是听音乐的部分，我自己是觉得还可以，我觉得当然就是差了原厂一点点啦。那这个其实有蛮多人都有这样的分享。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在我在跟别人通话的时候，那我不太确定是因为它这个2个模组化的设计呢，还是就是说它能搭配原厂降噪的方式就是不太一样，这一点我不太确定。那就我在跟别人通话的时候，我如果用的是 SpinFit 的耳塞，如果在那个当下旁边有风啊或很多声音在外面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听不太清楚。那这个状况其实在原厂的耳塞也偶尔会发生，只是在 SpinFit 发生的状况稍微多了一点，也不至于说到很不方便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跟我通话的人有提出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整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你如果是耳朵容易出油或是容易出汗容易滑出来的话，这一款应该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Comply。 那这个 Comply 的差别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记忆海绵，它是比较高密度的，比较有粘性，所以它戴在你耳朵里面的附着度跟粘度也会非常好。那这种时候你要戴进去之前，你就是这样把它压好，先压一下，让它的形状变比较扁一点，然后塞进你耳朵之后呢，调整到对的位置，那这个海绵就会自动慢慢的归位，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塞住你耳朵。那我自己在使用上的体验，因为记忆海绵它整个包覆性是比其他矽胶都还要好，那它在听音乐的时候会感觉起来好像它的声音比较沉，低音比较厚，那这个就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喜欢这种音调这种音色。那我个人的话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差，因为我觉得 AirPods Pro 本身它的音质就不是说最好的，我觉得很多人买 AirPods Pro 应该都不是期待它有很好的音质啦，这个应该不会是什么发烧友会拿来听一些特别音
音乐的耳机。那在降噪的话，我觉得它因为这个海绵的关系，它的被动式降噪我们讲的就不是里面开启的这个主动式降噪，就是它在被动式降噪的部分其实是比这2款都还要好一点。但这个有很重要吗？那我先前有提过，其实是不太会常使用降噪模式的人，我都是使用通透模式，所以这一点降噪稍微好一点，对我而言就没有太大的影响。那舒适度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海绵，因为它在你耳朵里面会慢慢的张开嘛，那我这个用的已经是最小的尺寸了，它的尺寸比较介于像是原厂中号的尺寸，所以它在耳朵里面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，因为它慢慢张开，把你整个耳道塞住。我其实戴久了也是习惯了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另外的问题就是这种记忆的海绵，其实它会慢慢吸附你的耳油，那这个跟这些细胶的，你可以去擦拭它，把它清干净的方式就不太一样。我身边是有朋友可能用比较久之后，它的海绵有一些慢慢脱落的状况啊，他是说大概用了3-4个月左右。但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消耗品啦，本来就是过一阵子你要换一个，那它的价格也不算太高，所以你们大家可以去考虑衡量一下，这样值不值得你要使用的状况。那我个人是觉得它用久之后会粘蛮多灰尘在上面的，因为它就是你的耳油，然后进去，然后会粘一些灰尘，然后它不是非常好清。那这个其实戴上去是没有什么感觉，只是我自己心里会觉得有一点点，好像有粘东西在上面的感觉。可是以舒适啊、隔音啊、音质来讲，我觉得这个算是非常非常好。那这3款比较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就很难单一的去讲哪一个比较好，因为我真的会有不同的情况，想要使用不一样的品牌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讲舒适度来讲。舒适度的话，我觉得是 SpinFit 的高于原厂的，然后高于 Comply， 这边都是个人感想。那整个降噪的话，我觉得就是 Comply 好于原厂，然后好于 SpinFit。那在我跟别人通话的时候，别人听到就是杂音啊、隔绝的这些效果的话，我觉得 Comply 跟原厂算是非常相当，并没有一些明显的差别。那这种时候 SpinFit 的这一款就是稍略逊于这2款。那在听音乐的音质表现的话，我觉得就是 Comply， 我觉得它比较饱满一点。那有人其实反而讨厌这种感觉 ，OK？ 那我个人是不会讨厌，所以我觉得 Comply 其实跟原厂算是相当，那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种类。那 SpinFit 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因为它这个有2件事的这个关系，它听起来的声音就会跟本来有点不太一样，这也很难说是比较好或比较不好。它就是听起来的听音乐的体验感是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硬要讲的话，就是说，这个会让音效稍微再重一点，低音的部分再更明显。那这个就是很至中、很平衡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低音的部分会再稍微减一点点。那最后再讲到尺寸的话，我觉得 SpinFit 的 Small 跟 Medium， 那它跟原厂的尺寸算还蛮接近的。那 Comply 的话，我觉得它就会稍微大了一点点。可是因为它这个是要你挤压之后，在你耳朵里面再膨胀开来，所以我也能了解为什么它需要这样做。所以你在挑选尺寸的时候，就是要注意一下，你可能原厂是用 Medium 的尺寸，那你 Comply 可能买 Small 小的可能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一些厂牌都是非常好的厂牌。那我个人买 Comply 的时候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我先前很早以前就订了。那我是从美国订来的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寄的过程之中寄不见了，那我后来没有收到。那我写信给他们之后，他们也二话不说就直接退款给我。很有趣的就是在大概4-5个月之后，5个月之后我收到了，那我就马上回信给他们说，我有收到你们的商品，所以还是希望付这次的款，我还是要付我买的东西。那他们就回信说，不好意思让你等那么久，造成你的不便，所以我们这次也不会跟你收钱。所以他的服务真的也是一流的。好，那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问我。那购买这些的链接我也会放在下面，如果你们想要去买的话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找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喜欢这类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订阅频道、按赞、按下小铃铛跟分享。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